你们现在应该已经知道，那瓶水上为什么会有我的指纹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说氰化钾早就存在于邱南子的体内。兰子平时应该有用药的习惯。兰子的包里的确发现一瓶胃药，什么药？奥美拉唑。尸检还发现了什么？胃里发现了2个药物胶囊，外壳有被融化的迹象，其中有一颗有破损。最后一个问题，兰子的药瓶里还剩几颗？还剩1颗。我知道凶手是怎么杀死兰子的。兰子服用的胃药奥美拉唑是一种肠溶胶囊，它因为会损伤胃部，所以不会在酸性环境下溶解，而是会通过胃部进入碱性环境的肠道内吸收。但是，它却在兰子的胃里发现有残留。为什么？邱兰子误拿了你的水，喝的是苏打水，加速了胶囊的溶解。肠溶胶囊的外衣是缓释的，应该在4到12个小时起作用。但如果喝了苏打水，那么这个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所以氰化钾是藏在了邱兰子胃药的胶囊里。兰子胃里发现的2颗胶囊，其中1颗有破损。我相信，凶手在往里面塞氰化钾的时候，应该也发现了。胶囊的外壳被苏打水溶解了一部分之后，里面的氰化钾会直接与胃黏膜接触，强腐蚀性一定会造成胃黏膜的糜烂性出现。怎么证明？邱兰子的药瓶里还剩1颗药。小苏，不好意思啊，赵医生，本来跟和神的合作都要结束了，听说您要出国了，还要麻烦你回来帮忙。没事儿，你们有需求我肯定会来的。出什么事儿了？要我检测什么啊？戚主任之前推论，死者可能服下了含有氰化钾的奥美拉唑胶囊，但因为误喝了苏打水，使原本应该在肠道里溶解的胶囊提前在胃里溶解。胶囊的外壳已经在死者的胃里找到。所以这次麻烦你过来，是需要帮忙检测一下死者药瓶里仅剩的1粒药丸。我来做。麻烦了。怎么样？邵医生正在检查药丸呢，结果估计还得一会儿。把所有证据都比对好，不要遗漏细节。在这儿等。好。奥美拉唑的服用方式是1天3颗，早1颗，晚2颗。如果凶手的目的是要确保兰子死在当天的夜里，那他就一定要保证兰子在晚上吃下的2颗药丸当中，至少有1颗是带毒的药丸。如果凶手只毒1颗，那么兰子有1/3的概率会在第2天早上才吃下带毒的药丸。如果凶手毒3颗，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药瓶内留下1颗带毒的药丸作为罪证。所以，毒2颗对于凶手来说是最优的选择。如果邱兰子把2颗带毒的药都吃下，剩下的那颗药我们就检测不出证据了。兰子将2颗带毒的药丸全部吃下的概率是1/3，也就是说，凶手也只有1/3的概率不会在药瓶内留下罪证。所以我们只能赌剩下的那1颗。
结果出来了，药瓶里的胶囊确实含有氰化钾，跟齐主任之前的推论是一样的。齐法医，你暂时摆脱了嫌疑，可以离开了。朱队，我想参与办案，找出杀害兰子的凶手。而且，江飞的尸检报告也有问题。江飞跟秋兰子的案子，恐怕需要你回避。我想看江飞的尸检报告。局里不止你一个法医，不是每件案子都要由你来。你为什么来？为什么跟踪李一起和江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跟小飞的死有关。原钻。你是为了原钻案才来的？江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江飞的尸体是在中午11点半左右被发现，尸温与室温相同，22度。胸口处有点状、方块状的痕迹，呈鲜红色。尸体侧面的尸斑呈片状，暗红色。有什么问题吗？鲜红色尸斑跟推断的死亡时间有冲突，室温下降速度属于异常，这存在2种可能：第一，凶手有意要混淆死亡时间；二，凶手的行凶手法会影响尸体的温度。我认为2的几率大于1，因此，我猜测江飞很有可能冻死，在江飞自己家吗？可是他家并没有这样的环境啊。有一个地方可以。不可能，这太小了。凶手如果是将江飞塞进冰箱里，那么江飞的尸体上一定会留下很多伤痕以及痕迹。但就目前来看，尸体上并没有这样的伤痕，有的只是尸斑。尸斑是血液受重力作用于低下部位产生的痕迹。江飞当时死亡的时候是侧卧，所以尸斑应该只会形成在侧面。但是你看这儿，江飞的胸口处却出现了鲜红色的斑迹。还有，江飞死亡的时候，身上的衣服全是皱褶。他这个衣服怎么像湿了又干了呀？包括他的手指以及脚趾都出现了因为长时间泡水在渗透作用下才会出现的皱褶。江飞本就是不修边幅之人，他的衣服褶皱也不奇怪。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发现浴缸底部有些水，他的皮肤褶皱应该就是泡水导致的。那按照你的推论，当时他的手指、脚趾并不会接触到浴缸底部的水，不应该有褶皱才对。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所以江飞不是冻死在冰柜里，而是在浴缸里被冻死的。江飞家的浴室那扇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冰块虽然已经融化了，但是尸体上却留下了冻伤的痕迹。他胸口这片鲜红色的斑迹，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也是因为在低温情况下各脏器衰竭而造成。从现场的痕迹来看，所有情况符合齐法医说的。知道了。所以韩芳，你现在愿意相信江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了吗？假设齐法医的推论是成立的，那我们就应该验证一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第二个人的痕迹。再仔细搜一下。我想跟您多学着点，早日成为跟您一样的好法医。朱队，江飞的案子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你都摆脱了嫌疑，为什么还要查江飞？我知道你很关心江飞的案子，还有李一奇的案子。我也知道你有能力带我们接近真相，但是至今为止，你也没有向我们解释清楚，在这2个案子当中，你出现的巧合，包括这一次，你为什么会独自去查江飞？我希望你回答我的问题，并且在我信任你之前，我不会回答你任何与本案相关的问题。朱队，我是一名法医，当死亡发生的时候，只有法医可以替死者说出他们死前究竟经历了什么。而且，我相信，不管是谁，即便是像江飞这样的毒贩，他们也有权利得到一个真相。我在江飞的案子看到了他杀的可能性，所以我一定要查出真相。但是他又是一个固执的人，韩风也一样，所以我希望你把他俩能够凝聚在一起，好好办案。所以江飞的死亡时间是在凌晨4点多。对，如果江飞是被冻死的，那么他尸体的温度本来就比正常的要低，所以相对的降温时间也会缩短。韩队，江飞被冻死是齐法医推论的，让他给我们讲述一下吧。现在
只知道江飞是被凶手冻死的，但是没有任何线索可以找到凶手。凶手在江飞醉酒的情况下，让他吃下头孢，造成双硫仑样反应，并且在他昏迷的时候，以冰激动身体，导致全身各脏器，尤其是心脏衰竭而死，说明凶手对人体机能有一定的了解。高法医，第一次解剖化验之后，胃里的食物残渣具体有些什么？胃残渣里有9个红肠，没有头孢。但是江飞家桌子上的头孢已经是打开的，且药理检测验出了有成分。红肠没有被消化，这说明死者生前最后吃下的食物就是红肠。现场有找到把刀吗？没有。红肠有被刀切过的痕迹，却没有找到刀，会不会被人拿走了？江飞的尸体上没有任何的外伤，就算有刀，也不可能是凶器。凶手为什么把刀带走？你们在现场做卢米诺了吗？江飞身上没有外伤，凶手却必须从现场把这把刀带走，那就表示那把刀刺伤的不是死者，是凶手。这如果不是江飞的血，就只能是凶手的了。为什么没有让齐法医来做血迹对比？比对结果出来了，资料库里没有符合的记录。谢谢啊。目前这几起案件的时间顺序是：7号晚上，邱兰子跟着我们一起去参加了788夜店伤人案的调查。紧接着，他跟高法医还有齐法医一起去做了李一奇血液检测比对工作，一直到隔天。第二天中午，我们发现了江飞的尸体，邱兰子随后到了现场。当晚，他同齐法医还有高法医对江飞的尸体进行了解剖。我们在邱兰子的胃部发现了胃药的肠溶胶囊残片。按照药物溶解的速度以及时间线来推演，邱兰子服用胃药的时间，应该是在解剖完江飞的尸体之后，到他死亡的这段时间之内。邱兰子第一次离开分局遇到我的时间是晚上9点左右。2个小时后，我接到了邱兰子的电话。邱兰子说，发现了江飞尸体的线索。10分钟之后，我跟韩队赶到法医办公室时，就已经发现了他的尸体。胃药是在他的随身物品中发现的，他平时的东西都放在更衣室的储藏柜里。那边监控有什么新发现吗？更衣室那层没有监控，那边进进出出都是下班的人，而且白局的意思是先不要扩大调查范围，先小范围锁定嫌疑人再说。那么邱兰子最有可能服下药的时间是在离开分局到再重新回来这中间，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见了谁。江飞呢？大家不要忘了，邱兰子在临死前说是有江飞死因的信息。江飞是喝醉了回的家，他在哪儿喝的酒，跟什么人喝的酒，查出来了吗？他不用移动支付和刷卡，都是用现金，所以很难查到他的消费记录。这种人是这样的，生怕留下什么线索。老万，
你跟我去酒吧查一下江飞在喝酒之前的行动轨迹。小西，你们去查一下邱兰子离开分局以后都见过些什么人。我们分头行动。好。叫韩队收着做。韩哥，就是。别介啊，韩哥。这老板，这都正规经营。正规经营搞得神神秘秘的，进来还需要人带，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噱头，只有人带才能进来，才会有更多的人想进来。有头脑。既然进来都需要人带，那前天来过什么人你都应该知道吧？警官，我这每天这么多人，我怎么记得住啊？带我们去监控看。警官，你得有协查通知单。协查通知单是吧？嗯。我现在给我专案大队的同事电话，让他们来协查一下。哥，你想看啥我都给你。我们查了江飞的社会关系非常的复杂，他在全国各个城市都生活过，像他这样的贩毒人员会有很多的仇家。如果单纯从杀人动机来看的话，嫌疑人就不会少。这个是我们看了他那个影片的账本，上面光是吸毒人员就高达40个，这还不包括买仿真枪、血浆和违禁药的。朱队，这是你要的邱兰子的手机。有什么发现？我查了邱兰子的通话记录，她从9点离开分局后，5分钟内接连拨通了4通电话，而且都是打给同一个人。打给谁的？是一个化学工厂实验室，但当时是下班时间，他打的又是总机，所以具体联系谁还查不到。一定要查到这个工厂跟邱兰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好，朱队，你们查过邱兰子的手机了吗？小西刚才拿过来了。我看了邱兰子离开分局前后的监控视频，她一直在刷手机。我想起韩队那天跟我说，他在见到邱兰子的时候，邱兰子也在焦虑地刷手机。他手机里面一定有什么线索，只是他当时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停。跟江飞喝酒的那个女孩叫什么？哦，江飞给我们介绍过这姑娘，我记得叫张璐，喜欢穿洛丽塔，跟江飞关系很密切。他用手机拍摄江飞的尸体。解剖室不是不能带手机吗？他这么做也许有什么隐情。你们看这最后3张，前2张是拍摄在江飞手臂上的纹身，一张没有黑光灯，一张有黑光灯，而最后一张拍摄的是他手腕上的皮肤，而且前2张拍摄的时间是一致的，最后一张间隔了20多分钟。他为什么要间隔20多分钟，又拍摄一张手腕处的皮肤，而且没有黑光灯？他究竟发现了什么？那个瑞希大厦旁边这个夜店里边有玩东西啊，我正好过来办事撞上他。那甭客气，都是自己人，请我吃饭啊。老板，辛苦了。有啥可辛苦的？不是朱队吗？非让我跟你一块出任务，没什么可辛苦的。邱兰子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我有看到，但只看了1眼我就离开了。
当时我跟赵医生在隔壁房间做毒理检测的取样，如果戚主任你也离开了，那么解剖室里就只剩兰子一个人。不过他拍照的时候，有问过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应该是之前受过的伤，或者是吸过纹身留下来的印儿。不对，这好像是荧光纹身。2张拍摄左手小臂的纹身，1张原色，1张黑光灯。如果按照前2张的拍摄逻辑，那么应该还有1张黑光灯的照片。这个江飞手机里有很多他和不同女孩的合照，其中有一个就是咱们一直在找的这个张璐。张璐24岁，家住合成新华大道无机化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本科是化学专业。他和邱兰子认识，2人是高中同学，所以一起租房子，做过短暂的同屋。我们查到的通话记录里，邱兰子最后打的电话就是打到张璐的工作单位。你说看到张璐和裘兰子那天吵架是吧？是的，我确实看到他们有争吵，不过具体吵什么，我也没有听清。当我走的时候，看到那个女孩身体不太舒服，吃了些药。你确定邱兰子当时有吃药吗？我确定的。张璐人呢？韩队，已经根据您给的信息全程布控。您好，身份证、驾驶证出示一下，后备箱打开一下。你是张璐吧？张璐，请你配合调查。张璐，24岁，合成无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8月7号晚，你是不是和江飞在云金大厦地下酒吧喝酒？是。然后你就跟他回家了？没有，我喝了几杯就回自己家了。有人可以证明吗？证明？什么证明？我一个人住，能有什么证明？那就说明没有人可以证明你当晚是在自己家过的夜。你最后一次见江飞，他是个什么状态？那天他好像感冒了。你感冒了还叫人出来喝？你听没听说过头孢配酒，一带就走？那是头孢配酒，天长地久。食指的伤怎么来的？做实验，割伤的。邱兰子去实验室找你说了什么？他跟你们说什么了？他不在这实习吗？你把他叫来，我跟他对峙啊！邱兰子已经死了。是不是你杀的？死了？他怎么可能？张璐，现在怀疑你是江飞、邱兰子被害案的重要嫌疑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如果张璐的血迹跟我们在江飞家采样的血迹吻合，那他就最有可能是杀害江飞的凶手。
我没有，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我真的没有。那你就老老实实回答问题。老子跟你说什么了？他跟我说，江飞死了，他在尸体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怎么样？稍等一下。朱队，比对结果出来了。韩队，对上了。小苏，抓人！小西，解开，是他。我不是，我没有，我没有杀人，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说了，我没有杀人，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求求你们了，不要抓我，真的不是我！我说过了，不要唬人了，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们抓错人了，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们抓错人，凶手不是他。我说了，我没有杀人，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求求你们了，不要抓我，真的不是我！我说过了，没有。凶手不是他。他两边的肩膀有不自然的高低，他紧张的时候，左手会出现不自觉的痉挛，这就是典型的先天性神经麻痹的迹象。而我们要找的凶手，必须要拥有可以移动江飞尸体的体型和力气。但是先天性神经麻痹的人，绝对不可能独自处理江飞的尸体。我去问问。南方，什么事？我怀疑有人对江飞的尸检报告动了手脚。什么意思？你调转到这里来多久了？这和案件什么关系？凶手故意布局，想要诱导我们对死亡原因做出错误的判断，但同时，他也暴露了自己的特点。他对药理、解剖，还有公安局内部的办案流程都非常清楚，甚至还有机会接触到案件资料。符合这些特征，只有公安局内部的人。你的意思是，凶手是自己人？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江飞跟张璐就坐在这儿。江飞的确在张璐面前吃了药，但具体吃的是什么，看不太清楚。方达，张璐手上的核头孢就是实验室那盒，那他没有撒谎。江飞的体内也验出了双硫仑样的反应。如果这盒药没有问题的话，凶手一定是在某个时刻让他吃了另外一盒头孢。再放一遍。戚主任，我刚才看到了兰子生前做到一半的检验，好像在分离一种毒品的配方，是你当时在让他比对什么吗？原钻呢？原钻验了吗？原钻前几年被列为重大查缉项目，也在对比范围内，但结论是未检出。李一奇的血液样本在哪儿？李一奇？你是觉得李一奇的案子跟兰子还有江飞的这个案子有关？停，倒回去。
再缝一遍。一个左撇子，一个右撇子，有人冒充张璐。不对，那江飞家的血迹怎么会是张璐的？齐法医，韩芳，高原呢？高原呢？高原，诸葛韩队，怎么了？江飞家的血液对比是你做的吗？不是啊，药检是你做的吗？江飞家带回来的所有的检测都不是我做的。是江飞家的血检报告有问题吗？对比结果出来了，是他。赵医生人在哪儿？现在？这是你女儿赵一娃的转院申请，麻烦您签个字。喂，头发，行，我知道了。这样，你们先送去做那个 DNA 检测。好，韩队，检验科说在桌铺捡到几根长头发，我怀疑是失踪那个小女孩的，已经让他们送去做 DNA 检测了。好。喂，有什么新线索啊？喂，韩队，老万刚才去走访了山洞附近的村民，说是当年有一个没有登记的野剧组曾经在那拍过戏。这些蛛网还有蚕蛹以及那些人物都是没有带走的道具。我们已经核实过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剧组的美术已经把图片发过来了。照片。啊。齐法医，剧组发过来的照片。韩芳，剧组本来用的是普通的蜘蛛网，但是凶手却改成了漏斗蛛独特的漏斗状蜘蛛网。这个叫做漏斗蛛。剧毒无比，一个成年人被咬，15分钟之内就会死亡。漏斗蛛是目前已知的3万多种蜘蛛当中毒性最强的一种。我推测，凶手应该是在模仿漏斗蛛，不是杀人。你有什么依据啊？朱队，你把视频打开，我来告诉你。你看这里。这2个针孔是平行的，针孔附近的皮肤组织都已经受到了损坏，这应该是被注射了生物神经毒素之后留下的痕迹。还有这里，这2个窗口，从口径来分析，应该是用 PVC 管一类的管状物体刺入体内所造成的。死者的内脏有被强盐酸溶解过的迹象，应该就是通过这2个创口注入到死者体内的。这种手法就是在模仿蜘蛛用口气扎入猎物体内，分泌消化酶，消化猎物内脏的进食方式。
只不过凶手用强盐酸代替了硝化镁。所以是因为凶手模仿蜘蛛捕食猎物，才会用保鲜膜裹了尸体。用保鲜膜和酒精包裹尸体，可以隔绝空气，起到防腐的作用。虽然凶手是在模仿蜘蛛杀人，但是真正的死因并不是这些，而是在这里。你看到耳朵后面的针孔了吗？我在医科大学上解剖课的时候，学校为了让实验用的兔子死得没有那么痛苦，往往都会在它们的耳朵后面打空气针，造成静脉空栓。而这种手法对人也同样适用。凶手为什么这么做？人都已经杀了，为什么多此一举？蜘蛛毒和强盐酸还不够吗？从血液凝固的情况来看，凶手应该是先注入了神经毒素，但是死者并未死亡，所以他才又打了空气针。懂这种事的，应该有医学背景吧？目前一切都还只是推测，具体的还是要等毒理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才可以判断究竟是不是漏斗毒的毒素。现在那个女孩还在凶手手里，我们必须得找到她。安顿，这有线索。我们都被误导了，廖云生才是第一名受害者。你怀疑谢瑶琪？我们一直以为谢瑶琪是被害者，没有人可以证明谢瑶琪被绑架。为什么一到李淑婷这儿，凶手就改变了自己的犯罪逻辑？李淑婷，李淑婷，戊酸雌二醇片，女性服用是为了保养卵巢，促进生育。如果男性呢？这人叫什么呀？王启龙，淑婷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你先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什么都不知道。没事吧？徐法医，你没事吧？没看清他的脸。没事吧？前两个现场都有凶手特制的漏斗蛛网，为什么这个现场没有？凶手在山洞里杀了叶莹莹，
接着又把谢瑶琪绑到山洞里，因为他认定那里是他的巢穴。现在他又把李淑婷绑到了这里。如果他认定这里是他新巢穴的话，谢瑶琪应该在这里才对，可是却没有。这里没有蜘蛛网，13天的周期也打破了。凶手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所以是凶手改变了，就要提早杀了谢瑶琪。朱队，找到了。他下了高架之后去了附近，然后就消失了，应该就在附近的小区。喂，韩队，找到了。韩队，刚才辖区派出所联系上居委会，说有几家租户符合嫌疑人的情况。还有，刚刚我们在整理蔬菜大棚物证时，发现了一张自来水缴费单，上面房号是604。604。这里。